这是深圳最嚣张的黑老大被抓捕时的真实录像。20岁时，他是无人知晓的深圳打工仔；10年后，他是闻风丧胆的深圳扛把子。逢人便讲浩南是我生死之交，山鸡是我兄弟。他打着香港新义安的旗号，在宝安区胡作非为，呼风唤雨，把古惑仔电影里的那一套搬到了现实里来。这家伙在当地非常有名，当然都是恶名。在整个深圳黑道，他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在宝安区则更是堪称一言九鼎。所以常年欺行霸市，强收保护费，暗地里开设赌场，资产飙升，惹得当地老百姓怨声载道，只要提起他的名字就瑟瑟发抖。最厉害的时候，身边聚拢着几百名小弟，每一个都凶神恶煞。更让人吃惊的是，他还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黑帮婚礼，把很多港澳地区的黑帮头目请来助阵，参会者1-2千人，身上没点纹身都不好意思进。就这么个猖狂无比的黑老大，却在这场婚礼上彻底栽了。大家好，我是微笑，今天说的这个人就是王小溪，一个在深圳的底层打工仔，是如何成为深圳最大黑社会头目、深圳黑帮教父的。2017年6月10日，深圳宝安区某酒店正在举行一场豪华婚礼，新郎的名字叫做王小北，正是当时深圳的黑帮大佬王小溪的弟弟。为了给弟弟撑场面，王小溪帮派成员全都盛装出席，前来参加婚礼的宾客也大都是社会人。小平头、大金链子、雕龙画凤、大花臂是他们的标配，大家觥筹交错，好不热闹。为了体现自己的人脉有多广，王小溪还花重金请来经常出演黑帮角色的香港演员林某来当证婚人。舞台的大屏幕上循环播放的不是新人的婚纱照，而是黑帮与警察激烈枪战、打打杀杀的画面。这么格格不入的场景，却没有一个人有意见，反而台下的宾客看得津津有味，仿佛这才是婚礼的正确打开方式。此时谁也不会想到，接下来婚礼上出现的一幕会比影片里还要刺激。婚礼开始后，证婚人林某上台致辞，他称赞王小北，第一是个孝顺的好孩子，第二是位好丈夫，新娘嫁给他是他的福气。大家都沉浸在林某的演讲里，不少人鼓掌表示赞同。就在这时候，婚礼现场突然涌现出许多全副武装的武警，宾客们不明所以，还以为是王小溪为弟弟准备的惊喜节目，甚至有人兴奋地拿起手机开始录像。但是随着现场的武警越来越多，这些人再也笑不出来了，因为此时他们想要逃跑已经来不及了。警方将整个酒店包围得严严实实，连一只苍蝇也别想飞出去。警方全程没有一句废话，直接掏出家伙，将新郎新娘包括现场参加婚礼的宾客们全部戴上手铐。这个画面太有冲击力，难道婚礼上放黑道大片犯法吗？怎么参加个婚礼还要被抓？这是一场高度保密的抓捕行动。为了将这伙犯罪分子一举拿下，警方已经筹划多时。最终警方里应外合，将王小溪犯罪团伙一举拿下，142名黑帮分子全部捉拿归案。要了解这群黑帮势力，我们还得把时间拉回到上世纪70年代。王小溪其实是一位地道的东北人，那这个外乡人是如何一个人在深圳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成为让人谈名色变的黑老大的呢？这不得不从他的身世开始说起。王小溪外表上就是个粗鲁大汉，1977年出生在黑龙江一个偏远农村的普通的农民家庭，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家境十分的贫寒，以种地为生，收入微薄，一连生下3个女儿，才有了王小溪这一个儿子。但从王小溪出生开始，家庭地位就不一般，不光父母宠爱，还有3个姐姐分担家务。所以衣来伸手的王小溪从没吃过生活的苦，哪怕弟弟王小北出生，也没能夺走王小溪身上的宠爱。可惯子如沙子，在全家人宠溺之下，王小溪成了远近闻名的小霸王。天性顽劣，喜好打架斗殴，总是和同村的孩子找理由较量，不是他把人家打伤，就是让人家打得挂彩。到了学校，这种品行仍未改变。此时的王小溪堪称身经百战，一身的打斗经验让同学们个个畏惧，纷纷主动上供零食与饮品，获得王小溪的不奏之恩。时光飞逝，王小溪这样的学生自然是不可能有好成绩的。好不容易熬到了初中，因为实在受不了学习的枯燥，他便扔掉课本回家了。他16岁被学校开除那天，把书包扔进村口粪坑，撂下一句：老子不读书也能干大事儿。自此王小溪就成了街溜子，平时跟一帮街头混混在一起混日子，要他在家里帮父母务农是绝无可能的，多数在外胡闹。
和一群村里的不学无术少年对村民不断骚扰，今天抓人一只鸡，明天偷人一只鸟，换点钱来喝一顿酒了事。浑浑噩噩好几年，转眼已是20出头大小伙。再这样下去，别说娶妻生子，连温饱都没法搞。一次偶然的机会，王小溪得知南方发财机会多，大老板也特别多。王小溪羡慕不已，琢磨着到南方闯一番事业。王小溪觉得该结束这种荒唐生活了，就将自己要去南方发展的消息告诉给家里人。得知儿子要去南方打工，以为儿子终于走上正途。哪怕家里不富裕，王小溪的父母还是东拼西凑一笔钱，让王小溪带在身上，便跟上农村打工潮，从最北的北国边陲来到南端的岭南都市。这灯红酒绿的生活着实让王小溪着迷，但兜里的路费可支持不了他潇洒几次。为了找到一份工作，王小溪跑遍了整个深圳城，但他要找的那种活少钱多、事情寡、可以睡大觉的工作，实在是绝无仅有。别说王小溪这样初中没毕业又没有一技之长的人，就是博士生也找不到这样的工作啊。在外晃荡了几天，王小溪就回到了和老乡合租的宿舍，躺在床上思考起了人生。一摸兜里还有点钱，能吃上几顿泡面，便安心睡去。几天之后，饥肠辘辘的王小溪不得已做了一名饭店服务员，每天端盘子洗碗，让他感到苦累无比，还老被客人刁难，一点尊严都没有。干了一段时间，攒下一点钱，王小溪就火速办理辞职，躲回出租屋里当起了三和大神。说实话，这点钱也就够他在深圳躺平1-2个月，过年回家都恐怕不够，更别说在亲戚面前炫耀成功呢。不过王小溪好像不着急，摆出一副认命的态度，对一切都不再顾忌。如果一直这样下去，我们只能在龙华人才市场看到他，怎么会有在宝安区呼风唤雨的王小溪呢？为了解决温饱，王小溪随后还是找到一份酒店保安的活计。这是一家星级酒店，出入的都是非富即贵的顾客，他们的生活日常是王小溪想象不到的奢华，这让没见过大世面的王小溪对富人生活有了渴望，心里想，这才是老子该过的生活。心里默念了一句，我命由我不由天。一切变化都要从一部电影说起。每天待着也是无聊，他就和下班的老乡一起去录像厅看电影。正好当时是90年代末，古惑仔影片风靡一时，在里面表现的威风凛凛、情义深重的浩南哥、山鸡等人触动了王小溪的心。他幻想着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在一个地方兴风作浪，成为一名所谓的扛把子。不久后，一件事的发生直接把王小溪引向了古惑仔的路。一天下班，王小溪跟着几个东北老乡一起出门，他们来到一家小饭馆里吃饭喝酒，酒过3巡，菜过5味，大伙都开启了酒后最熟悉的模式，吹牛。一群人高声叫喊，不亦乐乎，只把邻桌人听得耳朵嗡嗡响，无法忍受。一个大汉站起来，指着王小溪一伙人怒骂，说一群臭保安，踏马的你们给老子安静点，十分瞧不起保安的模样。见这大汉气势汹汹，老乡们都不敢作声，准备认怂。王小溪却彻底炸毛了，何时受过这种鸟气？尤其是对方大言不惭的把保安比作看门狗，王小溪忍不一点，直接抄起桌子上的啤酒瓶，便朝大汉后脑勺砸去，哐当一声给对方开了瓢。一声巨响，啤酒瓶碎了一地。再看大汉倒在地上不省人事，满脸都是血，一下子就炸了锅。邻桌一行人卷起袖子就要给王小溪一点颜色瞧瞧，可王小溪有着东北大汉的体格子，再加上正在气头上，而且从小打架就是家常便饭的事儿，不能说功夫了得，起码单挑4-5个人还是没问题的。于是下手不留半点余地，打的几个醉汉毫无招架之力，吓得一众吃饭食客四散奔逃。再看王小溪不慌不忙对着大汉吐了2口唾沫后，慢悠悠地走了。大汉被送到医院，经过抢救才苏醒过来。由于他们这伙人都是外乡人，在深圳本地没人认识，警方调查一段时间后没有什么线索，也就不了了之了。但这件事儿却让王小溪在老乡中声名鹊起，众人都对他的勇气佩服得五体投地，围拢在他身边，视他为老大。思来想去后，王小溪也知道保安的工作成不了大事，干脆辞掉工作，带着一帮小弟们决定干一番大事业。王小溪以陈浩南为偶像，学习古惑仔的做派，把一群老乡整合成一个小小帮派，自己当上了黑老大。既然建立了帮派，就不能像乌鸦哥那样天天掀桌子，让小弟们3天饿9顿吧。于是王小溪开始带着老乡们在宝安区大街小巷挨家挨户走进商铺索要保护费，不给就堵住大门不让开业。一伙人什么都不干，聚拢在店门口说店家的坏话，哪个老板受得了？
为了能安定做生意，只好给点钱把王小溪一伙打发走。虽然每一家给的数目都不大，但积少成多，很快王小溪他们就有了丰厚的收入。老乡们都不用上班，就可以过着吃香喝辣的日子。但王小溪却不允许他们把钱挥霍，而是统一交给自己管理。他认为要扩大势力，必须先花钱招募人手，并购买更强的武器。仅靠收一点保护费过日子是长久不了的。不得不说，王小溪这家伙还挺有黑道头脑。在他的经营下，帮派迅速扩张了起来。3年多的时间，就成了宝安区势力较大的一个黑帮，手下几十名小弟，名下有着各种产业。道上的人都要叫王小溪一声溪哥，一时是出尽风头。许多大老板都登门拜访，托王小溪解决他们束手无策的事。老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王小溪在深圳混出名堂，就把自己的弟弟王小北从东北老家叫过来，当了帮派的2把手。2003年，王小溪遇到了他这几年江湖生涯中的头一个硬茬。一家大工厂面对王小溪的人来收保护费，不但不给钱，还把他的人打了出去。王小溪得知此事，自然是怒从心头起。自己的手下在自己的地盘被人揍了，传出去以后还怎么在宝安区立足？第2天他就亲自登门，这回明显是有备而来，手里拿着2把猎枪。这一招果然奏效，当场就震慑住了那帮工人。几十号兄弟在厂里打砸一通，毁坏了大量值钱的设备。同时，王小溪又连开3枪，打伤了1名工人。厂里边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警方随即就此案展开侦查，最终确定凶手就是王小溪。此战虽然让他再次成名，同时也要付出惨痛的代价。王小溪被抓了进去，哪怕坐了牢，也是里面的大哥，吃喝拉撒都有犯人照顾。在被抓之前，王小溪就已经做好了准备，他提前把在东北老家的弟弟招到了深圳，接替他的位置。弟弟王小北也是个狠角色，凶残程度丝毫不弱。在他领导东北帮的几年间，实力竟比王小溪在的时候还上了一个台阶，也有了更大的发展机遇，吸收了更多的东北老乡，建立起多个地方分堂。不知是什么原因，王小溪在里面并没有待很久，3年之后他就出来了。此时的东北帮已经在宝安区一家独大了。刑满释放当天，王小溪刚刚走出监狱大门，就有几十辆豪车围拢过来，上百号小弟位列两旁，簇拥着王小溪坐车离开，都是弟弟王小北安排的。他向哥哥表示，看我把黑帮经营得多么的好，还和辛义安有了联系。在辛义安、朱载波的推荐下，王小溪挂靠在了辛义安某个堂口，认了堂主郑某为大哥，从此就开始打着辛义安的旗号，逢人便说自己就是辛义安的，能震慑不少老实人，也在宝安区吓唬其他黑帮。不少老大都因为畏惧辛义安的威名，对王小溪毕恭毕敬。在宝安区有不少娱乐城，每天的酒水利润就是一个大数。王小溪盯上了这门生意，他大肆宣称全宝安区的酒水都由他一人垄断，谁敢不从他这里进货，必将遭到报复。众多娱乐城老板都不敢违抗，乖乖高价进货。而王小溪售卖的都是一些贴牌酒水，成本相对比较低，但卖出的价格却非常高。王小溪又连续开设了几家赌坊，赚钱的速度直线飙升，被他祸害的家庭也不计其数。他大肆在赌坊里放高利贷，收取极高的利息，谁要是敢不还钱，王小溪有10000种方法让他生不如死。有些人输光老本之后无力偿还，只能选择结束生命，走向人生终点。然而人狂必有祸，像王小溪这种人迟早也是要付出代价的。此时基建时代来临，到处都在动工拆迁，这里面的油水王小溪岂能不知？他通过走后门的方式获得了大量的工程项目，借机垄断建筑材料，谋取暴利。在宝安区，各式各样的赚钱产业都有王小溪势力的踪影，他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引得民怨沸腾，商户们怨声载道，大量举报信如雪片般飞进举报箱。2016年，他就已经进入到了警方的视野当中。为将其一网打尽，警方就在暗中对其进行了调查，充分掌握了他的犯罪证据之后，就决定展开收网行动。终于在2017年，一步步抽丝剥茧，顺藤摸瓜，慢慢的把这个恶名昭彰的黑老大查了个一清二楚。一场根除社会毒瘤的行动就此展开。6月10日这天是王小溪弟弟王小北的婚礼，东北帮的成员几乎都会到场，因此对于警方来说，这是个绝佳的抓捕机会。为了摆黑帮老大的排场，王小溪安排了几百名纹龙画虎手下占满酒店的过道，他们清一色的戴着墨镜，一身纹身，什么都不做，往那一站，
都能把老实人吓得心惊肉跳。再看大厅里面，各色黑帮人物齐聚一堂，其中甚至不乏香港的黑道大佬，这场景着实是百年难遇。他们此刻绝对想不到，上千名警力已经把酒店团团包围了。再看屏幕上播放的画面，更是让你闻所未闻。咱们一般人办婚礼，大屏幕上应该放的是新人的甜蜜瞬间，但王小北的婚礼上放的却是警匪枪战，不少是警察中枪、匪徒嚣张的镜头，看得参会宾客一众叫好，属实是张狂至极。就在婚礼举行到一半的时候，这伙人鼓掌欢庆之际，上千名警察浩浩荡荡冲进酒店，先让走廊里的一大群纹身男子抱头蹲下，紧接着他们就冲入大堂，喝令所有人不许乱动。起初众人还以为是王小溪安排的助兴节目，纷纷大笑道：西哥你真有才。可当看见西哥被反制双臂，戴上手铐押出会场时，这伙人才明白这次是真的栽了。王小溪兄弟与他们的手下共计100多人全部被抓，挨个核实信息之后，就把整个东北帮彻底铲除了。经过几个月的审理后，2019年4月29日，王小溪因为组织黑社会性质团伙、非法拘禁、强迫交易等10多项罪名，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0年。他弟弟王小北也跟着进去吃牢饭了。除了他们哥俩，东北帮的所有成员都没能幸免，分别都受到了法律的严惩。至此，深圳抓捕行动人数最多、起诉人数最多的涉黑案终于告破，属于王小溪的时代终于过去，当地商户无不拍手叫好。出来时恐怕是一群老头了，再也起不了什么风浪了。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微笑，我们下期再见。